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李宇翔议员、黄伟汉先生、谢依凤委员、陈凤馨小姐。好，李志英在香港昨天宣判啊，不过没有判刑，大家以为说会讲刑期就没有，只是说罪先成立哦，主要是勾结外国啊什么这些啊，主要是勾结外国势力哦，所以他下面的3个媒体哦，这是有罪，然后他也有罪啊。那到底会怎么判呢？现在不知道哦。有人说最多可能到终身监禁，他现在已经关了1800天了啊。那国际特赦组织说震惊与失望哈。那当然现在还没有刑期还没出来了哈，只是说有罪了哈。那另外呢，川普他已经承认了，所以为了黎智英跟习近平求情，在当时见面的时候就讲，电话里面可能又讲。那这次呢，这个判决书里面说200次提到川普，怎么提到200次呢？哦，800多页。我觉得他一讲，川普讲过，这是双面刃啦。哦，因为现在就是你勾结外国势力，所以没事，川普帮你讲什么情呢？哦，但是如果外国都不关切，那可能关门打狗，会怎么判你不知道啊。所以他家人也跟外国政府求情，他有英国护照嘛，也希望英国政府出面了，也希望美国能够出面了。哦，但是呢，就是说她老公也可能拿这个做理由，你看说你勾结外国势力，你看川普200次。哦，还加我们的税，哦，还给我们关税加那么多，哦，等等，所以，但是你说都不讲，国际都不理他，啊，又有问题，哦，他变成他很孤单啊。那川普说，请习近平考虑基于人道立场给他自由，哦，而且呢，这个英国外相也谴责黎智英呢被定罪。那大陆的驻英国的大使约见英国官员，严正交涉，哦，说呢你们干预我们香港的司法。啊，这是我们内政问题，英国干嘛来干涉？哦，那另外呢，这个说这个英国外相说三道四，诋毁香港国安法。哦，你们现在已经离开了，不是你们殖民地了。那美国有3大报，都最主要的报纸哦，《Washington Post》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跟《New York Times》这3家在美国相当有分量的报纸，都提出来说，英美领袖应该站出来，哦，要站出来，要这个跟大陆来交涉哈。那另外呢，中国说不要干涉我们内政，哦，跟你们国际有什么关系？这我们香港的内政哈。那他的儿子哈，这个黎崇恩 Sebastian 出来呢说呢，他爸爸被定罪是国安法被武器化的典型，用来打压只是说了当局不喜欢话的人啊。所以呢，希望因为这个即将到中国访问的英国官员。说希望能够把他爸爸带回来，好。那好，我们看一下。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香港法院裁定违反国安法3项罪名全部成立。美国国务院最新声明呼吁中国应基于人道理由尽快释放黎智英。I feel so badly. I spoke to President Xi about it. I asked to consider his release. 78岁的黎智英有英国国籍，却仍遭香港国安法定罪，单独囚禁超过5年。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痛批，现在的香港正被一个充满恶意和仇恨的政府统治。他也呼吁英国政府要有所行动。But now it's time to put action behind words and make my father's release a precondition to closer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黎智英的女儿黎彩最后一次跟父亲对话是在今年的6月，她描述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黎智英体重骤减，指甲开始变色脱落，牙齿腐烂。1 and 2 years, it's been a lot more dramatic. He has los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weight. He is a lot weaker. I mean, he was extremely robust going in.纽约时报认为，黎智英被判有罪，冲击香港的公民自由，并考验西方民主国家是否坚持宝贵价值。华尔街日报呼吁，英国首相施凯尔访问北京前，必须要求习近平释放黎智英。华盛顿邮报也直言，国安法已彻底剥夺香港的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中方对个别国家公然诋毁抹黑香港司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英国、德国、美国纷纷声援黎智英，大陆政府态度强硬，后续政治效应有待观察。老沈怎么看？我觉得黎智英是毫无疑问国际级的媒体大亨，那他现在涉入这个国安法国安的3罪，
我觉得大家都挺他，因为他的背景很广泛有英国啊，有美国啊，你看很多人都替他讲话，美国的主要媒体都替他讲话，尤其是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愿意出来公然为一个政治犯讲这么多话的也并没有那么多。在台湾还有你这个我要特别 mention 一下也就是因为他是这么大牌，所以老共才花了很多心思，费了很多时间，拖了这么长才走到这一步。如果他是小人物，老早把他逮了，把他关起来，但没人能够理他。我们这个我们很多台湾的小人物到大陆被逮起来的时候，根本就暗无天日，不晓得去到哪里。黎智英能够这样，也是因为他是大牌，但是也是因为他是大牌，所以我觉得要救他也比较棘手。因为你看现在大家出手的都把他讲的就很就是很大位了这样。这么大位的话，那你就要看这个川普到底愿意出什么代价。但是我觉得现在黎智英的身份跟处境，我想不是川普这个很会交易的人所可以拿出来的代价，所可以换得他在某种程度上面身体的自由。我觉得这是不容易，而且我觉得这个来自英美的施压越大，我觉得老共以今天在国际上这个展现的这种身份、这种态度越是不容易屈服。所以你现在救他，不见得有效，也非常有可能越救越麻烦。但是，所以我做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黎智英最后要能够3案都有罪，而能够没有问题、没有事情的可能性不大。就看判多久嘛。那因为现在已经关了1800天了所以这个我刚刚觉得这是个两难嘛。所以国际都不讲话也很奇怪，但讲话对他是不是有帮助也未必了。其实就是这样来分析。当然，其实他们是英美法系的这个法庭，所以呢，要先有一个法庭说这个罪名有没有罪，先成立了之后，下一个庭呢才会去法官根据这些罪行，然后呢去判这个刑度。这是英美法系他们很特殊的一个方式，那跟台湾我们这种大陆法系的这种方式不一样，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怎么没有立刻判到底刑期多少？没有，因为这是英美法系的一个情况。我自己在2008年的时候，我专访过黎智英。其实我在专访的时候，让我至今印象深刻。那时候我是在东森主持节目，然后专访黎智英，他会愿意接受专访，我自己也很意外。然后在过程当中呢，他大力称赞马英九，然后大力的称赞两岸和平，然后大力的说他要投资和平红利，在台湾大力的投资，他说至少投资10亿元以上。我那时候其实我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因为这跟我所查到的就是黎智英非常传奇的一生从这个就是大陆啦，然后逃到香港啦，然后去创办成衣公司啦，然后之后呢，然后这个 Giordano 这家公司呢，然后跟大陆闹翻啦，然后退出了大陆之后呢，那他整个的这个态度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那时候对于他的态度上面的特殊性，我其实印象很深刻。但是我这边提一点我一直对于黎智英不是信任的，我的不信任来自于2008年他可以在我面前说两岸和平有多么的重要，对华人世界有多么的重要。可是2014年你不要忘了，2014年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在乌克兰有广场革命，在台湾有太阳花，在在香港有雨伞运动，它是同时发生的。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是偶然的。其实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资料显示，它并不是偶然的。当然，时间都还没有长到说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机密资料。可是从川普这样大闹了一番，然后揭秘的这些文件 USAID 啦这些事情，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但是不能够看出全貌。而在雨伞运动当中，黎智英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到了2019年反送中的这件事情，它是因为台湾而引起的，因为台湾有一个香港的男孩子在台湾杀了他的女朋友，2个都是香港人。现在这个杀人犯就在香港，他怎么样说他希望来台湾受审，然后台湾就怎么样都不让他来受审。
可这整件事情将整个的香港，其实香港从此改头换面。那他们所要求的是，不管是普选也好啦，直选也好啦，当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可是那些都是当年英国政府所不允许的，所以那种完全没有底线的一种要全面性的退让，我也觉得那并不是一个很合理的要去追求一个进步的一个做法。那到底是要进步呢，还是要摧毁？我到现在没有定论。我只想问说，经过了这样子之后，香港有变更好了吗？不过最后提一点呢，就是说，当然我同意黎智英年纪大了，好，那他现在呢，我想从他家人的角度来讲，希望他尽快的结束牢狱之灾。可是国际现实，我觉得不纯粹是国际上面给予的压力越大，老公那边可能就会越反弹，不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川普我认为他说完话，他觉得他的义务已经尽了。因为2019年那是他川普1.0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当时美国上上下下都是支持当时的革命者。可是到了今天，川普急的是明年4月他一定要到北京去国事访问。而英国呢，英国首相他们自己说，英国的媒体都说，他们希望明年1月英国首相施凯尔能够访问中国大陆。上个月大家可能没有特别的注意到，英国的国安顾问特别飞了一趟北京，然后跟王毅见了面，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妥适的安排施凯尔访问中国大陆。如果施凯尔说了话，我认为他访问不了北京。但是如果他在访问北京而不提这件事情，黎智英是有英国籍的，你就可以看到国际上面的现实了。不，这些人都会提啦，英国首相、美国总统这些大包都会提啦，但他们是提尽他们的义务嘛，他不提也不行啊，在道德上站不住嘛。但是结果怎么样，其实他们也管不了啊。我为什么支持黎智英？老沈刚刚讲，我告诉你，因为他支持我。记得陈水扁的时候发动一个公投吗？记得吗？入联公投，然后买武器，记得吗？买飞弹什么武器吗？我不是发起一个反公投吗？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事情？2006年，我发动反公投，就大家不要去投票，拒领公投票。对，因为那时候只要公投票达不到一个水准，就不会过。然后呢，我当时做了一个拒领公投票的勋章，大家记得吗？林青霞从香港回来投票，还挂了勋章去投，苹果日报还登很大嘛。我告诉你，那个勋章是黎智英支持我做的，钱全部他出的，知道这意思吗？我做，黎智英说出多少钱我给你，所以他是支持我当时去反公投，反陈水扁的入联，反陈水扁的买武器的公投。所以你说他到底是怎样，对不对？那香港、台湾是他希望两岸和平，他从头到尾都认为两个应该和平。只是香港，因为香港他只是支持香港的民主化嘛，香港不应该民主化吗？对不对？而且香港民主化对大陆有什么不好呢？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啊。那至于说什么雨伞运动啦，走到街头用暴力，他也不见得赞成啊，我也不赞成啊。哦，只是群众运动有时你很难控制啊，那个细节不讲，我只是告诉你，因为他对我的做的事情，对我的这个政治上的行动，他都是支持的。朋友就是这样啊，你支持我，支持你啊。休息再回来。最下一等。好，共军说叫9天，哇，非常9天啊！无人机的航空母舰，航空母机啦，其实啊，因为航空母舰其实就载飞机的舰嘛，就叫航空母舰。那现在是飞机能载飞机，飞机的肚子里可以载几百架无人机啊！哇，这很可怕啊！是全世界最大的，因为你那么大的飞机能不能飞上去，能不能把这个无人机释放出来，还要控制，当然是不一样，技术很高了哈。所以呢，他们说担心会不会对台湾发动蜂群攻击，像蜜蜂一样，哇哇，对，都出来了。你一架如果有几百架无人机，10架不就几千架无人机出来了吗？啊，所以呢，哇，很大哈。那另外呢，除了这个以外，另外还有一个高速的隐形无人机叫做彩虹，它不是母机的，它就自己本身无人机很大哦。彩虹7首飞成功，它很像美国的 B2 隐形轰炸机，因为 B2 隐形轰炸样子也是这样子。
哦，好像这样的话比那能够避免，再加上涂料，避免雷达的侦察到哈。那说他这架飞机有可能重塑印太的空中平衡，哦，所以呢，这个叫做察打一体，又可以侦察，又可以打击啊，所以这个彩虹旗是很厉害的，也很漂亮，你看哈，所以可能会对台湾加强了军事的威慑力哈。好，现在专家是说了，又有9天航空母机，哦，这叫大蝙蝠啊，又有这个彩虹旗无人机成功首航，所以呢，专家说美军在南海像裸体跑一样，你到底身上长什么样子，肌肉多少，怎样都被看得一清二楚。换句话就你没有隐踪之地了，就没有这个藏匿的地方。好吧，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配备可快速更换的任务舱，通过换装不同的头快把任务载荷，能在2小时内快速切换任务类型。长25公尺的机翼下有8个外挂点，可挂载1000公斤级导引炸弹和空对空飞弹、反舰飞弹和巡航导弹等等，被封为空中无人机航舰。9天无人机的另一大亮点是在机腹内集成的神秘的异构蜂巢任务舱。这个任务舱可容纳上百枚巡飞弹或小型无人机。9天可运载侦察和自杀无人机，在空中大量释放。无人机发射无人机，让蜂群式攻击的新形态战争威胁持续升高。同样是无人机首飞，大陆国产的高空高速长航时无人机彩虹七也在西北顺利起降。彩虹七采用先进的大展弦比飞翼外形气动布局，可搭载可见光、红外等多种高性能任务载荷。大大的机翼仿佛巨型蝙蝠展示。大陆军事专家分析，彩虹七扮演的角色与美军 B2 逆踪轰炸机类似，高度凸显逆踪性能。其所谓的打算准备，不过是变着花样贩卖战争焦虑。总统赖清德日前表示，对岸将在2027年完成武统准备，被大陆国防部反批是毁台毒瘤。两岸同步强化国防战力，紧绷态势持续升温。来，我看无人机，这会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好好讨论的问题啊。那你看到9天，它一个大的无人这个机的一个大机群来了以后，里面有很多小无人机，而且还可以带炸弹。那观众朋友过往不会讨论这个事情，我们前面讲一个东西。好，你看像曹操跟袁绍在官渡大战的时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啊，我后来被太阳遮住了以后，我就战败了嘛。袁绍军不会突然反过来打袁绍，但是无人机它是机器。所以呢，现在面对的大量无人机可能攻台，我们就不用去讲中国大陆或解放军。我们面对这个威胁的时候怎么办？你除了反制它的话，第一个就叫干扰，让它不能动。观众朋友有没有记得几年前？应该就大概1年前还是2年前，光是飞到金门我们就没办法处理啊，因为现在有一个干扰器大概就像一个枪这样往上打，可是它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500公尺、1000公尺，你干扰不到它，所以它就在那边拍，而且还是4K 的画质，那回去上网。所以就很糗，我们在下面你要怎么办？开枪可能打不到，石头你又丢不到，这时候你就要用干扰枪去干扰它，好，干扰它，让它没有办法被操控，或直接阻断让它掉下来。可是现在有第3种技术，叫 take over， 就是接管。就无人机来以后呢，我不但是呢，因为它是来攻击我的。可是我把它操控了以后，它变成我的飞机，它可以让我所用，而且呢，它上面的武器我也可以直接控制，这个是最理想的状况。好，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太细节的东西，但国防部要跟以色列买相关的这个技术，叫 take over， 它能够把它接管。但我就讲一点，因为没有太细节的东西嘛。现在目前全世界无人机最强的应该是中国大陆，大疆是最强，而且普遍用最多，我们台湾也都用大疆，所以到时候是我们要去接管它。还是反而台湾的无人机被接管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因为这已经不是意志，它不是士兵，而且无人机是一种，以后如果包含机器狗或是相关无人操控的无人艇什么，都有可能会遇到谁比较有能力能够电子接控并接管以后，你的武器反而变成是对方的武器，那这就很麻烦。不，基本上就是这种研究早就要做了那你就算晚也想办法后来居上嘛。如果苦在追赶就很难了了居小新说。国军有被迫要花2万块学无人机，我有无人机应该军方来教才对啊，到民间教所以民间有些学校有推这样的课程那强迫要求自费参加无人机操作课程并取得证照，但是军方的要求跟民间还是不一样所以
徐小青质询国防部长郭立雄说，这严格禁止2周完成清查，到底哪一个部队要求这个他的国军这样做啊？那所以呢，这个大陆国防部发言人说，共军2027年做好攻台准备吗？大陆国防部说，赖清德贩卖战争焦虑。我们有说2027要打你们吗？你们干嘛每天在讲呢？哦，那另外呢，国防部说，如果共军突然攻打台湾，来不及命令你们了，各部队去中心化，不要等我命令就去打仗。这也蛮可怕的。你总是要中心命令蛮重要的。特地说打到已经突然什么一夕之间怎么到头上了，一些人登陆了，那赶快最接近部队就要打，不要等我们下命令要去打。那从你的角度，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也蛮可怕，怎么就突然来了？通通不知道，国防部不知道，这个衡山指挥所不知道，就来了。来，你关渡师去打哦，你这个师去打，那个师去打，这也很怪啊。我们看一下。无人机国家队非手不可或缺，国军投入1000万预算培训官兵，在部队考核就能取得军用证照。但国民党立委徐小青爆料，8军团和官指部的长官半强迫官兵自费参加民用课程考证照。基层官兵他们的薪水也不是说特别的高。那今天因为国防部你们要希望他们可以。好，有所谓的新技能，然后要他们去另外额外付钱去做一个训练，这不是很奇怪吗？8军团官兵群组对话流出，民用无人机课程要价2万元，长官说欢迎自费参训，登记表单谁没报名都看得到，你各位谁敢不参加？官指部的官兵收据，课程2万3，即便国军补助1万3，官兵还得自贴1万。我们的军用无人机是可以依照我们的专长证书。不用所谓的民间证照，对，我知道啊，所以我才觉得你们很奇怪嘛。我们清查是属实的话，我们会严格的禁止。不止两者无人机证照不通用，连课程培训和机型都不同。光凭欢迎自费，想要官兵掏腰包自主训练，理想与现实往往天差地别。就徐小青不是乱讲，他要举例啊，说要重用官指部哦。官渡指挥部是很重要的指挥部哦，有公文啊。重幼艺科、重幼影艺科大，他们的无人机的课程2万3的。当然，重幼科大办这个班是很好了，我没意见。大家都了解一下无人机也蛮好。但是军方去民间学，还强迫去学，军方有补助了，但是军人还要付1万多块啊，自己还要出钱嘛，这很奇怪。照理讲，这种训练军队自己应该办啊，这个应该自己不要钱，军人来受训。军队有很多训练班在训练嘛，这有点奇怪了啊。来，一凤怎么看？我先补充一下，我刚才看到那个就是9天那个，其实它就是一种，它应该是一种无人机，因为我们知道说那种小型的无人机，它其实飞的航程没有办法太远了，就像那个大疆那种商用无人机，然后在做不对称作战时候用的，它没有办法飞很远，所以它那个9天是可以带到它飞越更远的地方，所以它可以到了远的地方去，然后所以才会让所有美军在台湾海峡的活动都有可能被监测到哦。那所以现在台湾也是在发展，因为前阵子因为我们彰化的机械工业啊，就是他们要面临转型嘛，因为那个关税的问题，那我就去看了汉翔的这个生产，那也做了相关的了解哦。那发现说，台湾当然现在在抢的是什么？飞鸿供应链。因为美国他不会去跟就是大疆合作嘛，即便大疆再便宜，他也不会跟他合作。那边我们可以切入这一块哦。但是如果要面对这么庞大的这个，就是大陆的这个无人机的这样子的压力哦，的确目前我们的确还需要很大的这个努力哦。那当然了，也是我们国内的，不管是过去国军国造。这些人是不是应该要留下来协助整个无人机，甚至无人舰艇等等的这些设备？因为我们是半导体的，就是设备的一个大国嘛，制造大国嘛。然后我们的科技的人才这么多的情况下，只要我们把它组织好，我认为在这个无人机商用无人机，它可以转做不对称作战来用。那这个部分其实台湾还是有很大的能力啊，那大家是要努力做啊。那对于国防部，我昨天也去质询了，所以我有看到他讲这一段哦。那我认为
现在对于一些演训以及训练时候的这些设备，或者是这些课程，是不是应该要更落实？我昨天去问的是我们彰化的，他们在炮弹嘛，然后因为炮弹，他要炮兵要打炮弹，他的弹药可能不够，或者是设计不好，还好是未爆弹，你知道打到民宅打到民宅未爆弹，我看到那影片我还吓一跳，我以为说已经爆了。然后他们跟我讲说没有爆，委员没有爆，还好没爆，到底还好还是不好？他说转速不够快，所以没有爆。可是我觉得我们看到已经觉得吓坏了。那如果未来我们的装备是这样的时候，还没打敌人，是不是就打到自己？那所以我才去要求陆军，希望说你们不管是在做训练也好，那你应该要精实嘛。那你如果对于所有军官弟兄在学习无人机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上面，你也应该实际的去操作。当然，我认为啦，还有就是说，像无人机的操作，它是比较特别的。那如果未来像这样子的军种，是不是可以有特别的军种，或者是不用重视体格或者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军方都非常重视体格，是不是？都应该要以这样子的前提来让我们有精良的可以操作无人机的。不过军方现在我看没有那么重视体格了，以前不能当兵，BMI 要多少？要什么？45，对啊，那什么个体格啊？大概就是我的身高要150几公斤，这样才会超过 BMI 45了。就是啊，对，所以就要两个他类似这样，怎么可能45？很少 BMI 45的，35就很高了。不是高，是很胖。我知道了，反正就是很胖，主要是你怎么跑，到时候没关系，操作无人机好了。没错，基本上现在体格真的已经很松了，什么扁平足啊，什么近视不知道多少度啊，反正是不是？哦，不过我还是觉得军方应该自己训练了。假如这么有必要的话，对不对？而且你现在去中心化，每个人都自己打，对不对？上山打游击啦，要干嘛都可能。哦，劳共来就立刻就不要上面命令就打了，搞不好上面指挥所已经瘫痪了，就大家这要去中心化嘛。那你每个官兵都要有技术啊，因为无人机这么重要，那么叫从幼去帮你训练了，而且民间训练跟军方要求可能又不太一样啊，所以我这搞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休息再回来。